她是女主，我是她唯一的妹妹，可斗了一辈子，我还是输了。我倒在血泊里，一口气分3份出，笑着看她提剑走来。从现在起，顾清月死了。临到头了，她还要装模作样，我直接晕过去，意识飘回童年。劣根性是天生自带的，可能我姐当初在娘胎里把优良品质吸收个干净，没剩啥好品德给我。我从小就讨厌我姐，她要什么我抢什么，就像是幼年阿娘分不匀的那个鸡腿。可我还是不够，她不舍把所有的鸡腿都给了我。其实我不喜欢鸡腿这东西，带着禽类特有的腥味儿，可我姐爱吃，就像是长命上仙。我年少时对修仙并不感兴趣，我姐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叹一口气。就这样，那年我10岁，破格成为长明上仙的内门弟子。只是那天夜里偷听有人说，我姐为了给我争取这个名额，去长明上仙那里跪了7天7夜。偷听时手中蜡烛掉落，烛泪入手心，我不觉得痛，只觉得快意。她活该，她是长姐，活该为我的决定承担。可能上天看不过眼，我正在痛快的时候，一本书砸到了我头上。我愤怒低头一看，书名问情。我好奇捡起这本书，本以为是谁看的闲书落在这里了，可里面的女主是我姐。书的内容在我看完一行之后便自动消失一行。那时我再小也知道我捡到个大秘密，书里内容写着我姐是天生冰灵根，灵力醇厚，吸引了很多男人，有师尊，有师兄，有魔尊尊主，还有佛子，还有妖族族长。他们对我姐，我脸红的翻开一页，他们对我姐，我脸红的翻开下一页。书里的我姐所有信任的人都背叛了她，折辱她，下场惨的不能再惨了，就连死后也被侮辱。我面无表情地合上书，天生的烈性根骨在体内叫嚣，血液在沸腾，无数道声音在呼唤着，我姐这蠢货只能我欺负。那夜我觉醒灵根，是与冰灵根半生的水灵根，我们注定纠缠一生。从此之后，她信谁我杀谁，乐此不疲。山中覆雪，勤学苦练，人间又过300年。父母已逝，我姐是我仅剩亲人，本着柿子挑软的捏，我欲先杀大师兄。可我每次马上与他独处的时候，我身后总能出现我姐的呼唤。风卷起她月白衣袖，她提着篮子笑眯眯招手，姐姐带了你爱吃的蒸糕。我手指微动，收回袖中毒刃。300年里，我欲杀师兄181次，每次都被姐姐以吃蒸糕为由打断。家门不幸，蒸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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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爹娘，当初怎么不多给我姐吃几口蒸糕？师父新收的小师妹说是姐姐喜欢大师兄。夜里我愤恨题字，但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魔界进攻宗门，师父暂退魔军，却身负重伤。姐姐尊师重道，决定去药宗求药。药宗附近是禅宗，离那秃驴远点。月儿喜欢他，你走吧。我从山顶望着那身素白身影远去，随后转身回了宗门，端着碗剧毒敲开了师尊的房门。师父，徒儿来看您了。成熟的猎种要学会适时转移目标。你怎么来了？徒儿送师尊归西。你倒是不装。师尊不想喝。当初要不是你姐跪了7天7夜，我不会收你。要不是我姐拜你为师，我也不当你徒弟。我于山中300年，日日蛰伏，师尊竟是我杀的第1人。师父挣扎太厉害，我恐他引起动静，于是拔剑果断动手。从此我欺师灭祖，为天下所不容。回忆结束，我醒了，清风灌进了我的胸腔，但我很不适应，直接咳出了一口鲜血。眼前的环境是个客栈。醒了？你那谁？你不认识我了？我实在不认识眼前这位仁兄。墨鱼山长安道，你救过我。我恍然大悟，我知道他是谁了，因为我这辈子就救过1个人。按道理我绝不会救人，但我姐的决定就是道理。我生来就是为了跟他对着干的，他竟然也想杀人。那天我潜下地牢也被吓了一跳，眼前人被削成了肉糊，活着不如死了，手段残忍，我都咋折。要不是地牢只有我姐的同源血能打开，我都怀疑是他旁边那个大师兄干的了。救完后我也被我姐打了，他把我摁在地上捶。我当年杀师放火，他都没骂我，还帮我掩护。仙门百家找他讨说法，他只沉声道出那句经典台词：月儿还是个孩子，有什么不对的？我这个做姐姐的负责。可如今他为个男人打我，这次是他从小到大第1次打我。
我姐沉脸束袖，又是一拳，我被打懵了，站了一会儿。顾清染，他杀你姘头了！你这么想宰了他，我救个人还不行？原本都转身离开的我姐，闻言猛转身，拽着我的领子狠狠地痛打。本来看热闹的众人见他动真格的，都上来拉架，可谁都没拉动他。冉儿，你别打了，你妹妹要出事了。他要出事了，可那次我真的知道天下人畏惧的古尘仙子到底多么能打。我恍惚间真的看到娘来接我了。月宝儿，娘当初少给你个鸡腿，是知道你不爱吃。你看东城铺子的蒸糕，哪回你吃的不比你姐姐多？下回别故意抢你姐鸡腿了。我痛苦流泪，再也不抢了。后来要不是我姐用灵药给我灌回来，我真的要跟娘走了。你叫什么？你连我不知道叫什么，当初还敢救我？还敢提当初？我沉默起身，准备动手。姓李，唤长生。李长生，我头脑中隐藏的记忆被唤醒了，原来是他。我咧嘴一笑，俯身而上。你的福气还在后头呢。他正要开口，我耳朵灵敏，捕捉到客栈楼下传来熟悉的脚步声。他低头，目光似笑非笑落在我身上。店家来6间房。好死不死，我姐来了。客官，抱歉，咱们家就剩5间房了。冉儿，那就劳烦大师兄另寻住处了，为我们腾出来房间。大师兄高洁。姑娘，我刚才一查，有人退房了，现在刚好剩6间客房。我们历练到此，听闻父亲妖邪作祟，特来询问。有，想必仙长们是知晓陈家灭门惨案，才来此。仙长们坐，我为各位上茶，咱们详谈。好。这城里邪祟古怪，旁人不敢来。如今您有此胆量，不知您是？我大师姐是古尘仙子。原来是古尘仙子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。如今仙子大义灭亲，天下称快。我心中盘算着今晚要不要将小二除掉。我姐重重放下杯子，全场鸦寂无声。失礼。陌生女子不嫌尴尬，在众人沉默中开口。我不知道这些，阿姐和爹地不让我出门，我嫌闷逃出来了。她把我蠢笑了，哪有上来自曝弱点？得亏她遇见我姐这普度众生的菩萨，要是遇到我这种烂人，她可是倒了霉了。如今客栈有没有异常？还真有，总是有客人午夜在院落徘徊，但问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常说不知情。那得罪了，我们得检查一番。请。请你奶奶！我慌得身子站直了，下意识觉得要是被我姐发现我又跟李长生在一起，我就废了。哪怕我娘从坟头里爬出来，也救不了我。李长生坐在椅子上，杵着头看我，嘴不闲着嗑瓜子。我挥手唤醒镜子里红衣明艳到发邪的女子，摇头一变成了个楚楚可怜的青山少女，眼瞳恍若含着清泉，如泪般将坠欲坠。李长生手中瓜子散落一地，目光直了，眼好点，不然我让你重温一次墨鱼山。房门被人敲响，来啦！门开了，我与我姐对视，我敢信，此刻哪怕是我娘也认不出我。我的幻形术是魔域秘法，当初给魔尊骗了1327刀的时候，他才松口吐出秘籍，求我给个痛快。我支着腿坐在刑台，一身红衣被血染得发黑，欣然接受秘法。然后把他的头摆正，看清楚我在你身上做的一切。魔尊，你爽死了吧？抬手继续削下1328刀。我姐果然没反应，她正准备离开时候，猛地顿住脚步，看我身后。门口是谁？我姐的目光停留在李长生搭在我肩膀的胳膊上，她白皙的脸红了。我觉得她应该是羞的，总不能是被气的。这人正经了一辈子，看到这么出格的举动，肯定会害臊。好像是仙长查房。我姐的脸更红了，我再蠢也品出不对劲了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。仙长何事？客栈有邪祟，姑娘还请小心。有邪祟？仙长我害怕，还请带上我。为了演得更真实，我一头扎进我姐的怀里。众人回过味儿来，急忙上前拉开我，其中大师兄叫得最欢：放肆，松开他！别怕，既如此，就跟着来吧。这位公子，你……我是青青的哥哥，我们一直是一起的。哦，是哥哥。对，哥哥。爱捡人的我姐接纳了我俩。从楼上下来，我品出不对劲。她沉静地坐着，
满身光辉，衬得客栈档次提高3分。这不是禅宗佛子吗？真是如明月垂照，柔光笼身。柔光笼身，那是他秃顶反的光。我觉得我姐有病，还带上佛子。我一屁股坐在了我姐和佛子的中间。这时小师妹介绍道：这位是南疆古王妖女，而这位是陈家灭门案幸存者。我们一路上由她提供线索才找到这里。我心中思索着，得留着把这案子办完，才能挨个杀。我们寒暄了一会儿，便各回房间休整。姑娘虽是兄妹，但男女有别，今日同我住吧。古尘仙子好生大方，只是家妹顽劣，恐惊扰仙子。没事，不惊扰。话都说到这份上，我只能跟着我姐回房间。她很疏离客气，对我跟陌生人一样。我惊疑不定，拿不准她到底认不认出来我。我姐睡在里侧，我们2个之间隔着一床被子，我又不敢入睡，生怕失去意识之后一些小习惯会暴露。夜里我睡不着，只好到客栈后院透气。忽的一阵风沙起来，迷得我眼睛。再睁眼，月光似水，院子里多了个抚琴女子。琴声如何？好听吗？万万不想自己运气这么好，这出个门就碰上邪祟。妖怪也是柿子挑软的捏。白天蛰伏着听我们谈话，猜我是最弱的，可惜他猜错了。我觉得这妖怪有意思，想陪他玩玩，但我姐这个人警惕的不行。我离开太久，他必然会有察觉。我叹口气，走近妖怪。这曲子他只能下辈子再弹了。妖怪手中系着铃铛，一身粉开襟裳，眼眸含笑看着我，手指挑动不停歇。但他看到我越来越走近，一点反应都没有，表情逐渐凝固，慌了神。你和陈家灭门案的关系有多少？妖怪手中灵气聚集，向我打过来，青山浮动，我轻松闪身避开。他拍打着我掐着他脖子的手，没关系，我与他们没关系。我再度掐上他脖子，面色平静，骨节实力。说谎，上一个说谎话骗我的人，被我骗了3199刀。但你跟我没有那么大深仇大恨，我不至于这么对你。只不过你再说一句假话，我就把你一片指甲。妖怪颤抖，他正要开口，我却听到楼上传来脚步声。我立马松手，反手一掌横拍在自己的胸口，血从喉咙里涌出。妖怪也不揉脖子了，震惊地看着我倒在地上不断咳血。一位姑娘颜色冷峻，双手各夹着符咒，一张符纸如雷电之势，狠狠打在妖怪身上。我认出来，这个符纸是吐真咒，另一张符纸在我小师妹食指蓄势待发。你是哪里来的妖怪？是龙湖客栈自生的芍药女。你是否与陈家灭门案有关？非我所为。问你是否与陈家灭门案有关？如此模样的小师妹，我从未见过。那群蒙面人要我指路，不从便要杀了我，我实在无法，只得顺从。你知道他们是谁吗？不知道。他们蒙得严严实实，身上气息也捕捉不到，功力高强。我唯一知道的是，3个人都是女子。下一瞬，他抬手准备打下另一张符咒，妖怪吓得抬手阻挡。仙长，还请慢，也不是这人的过错，还不如饶了他。他不是人，是妖。我一愣，现在鱼龙混杂，人妖魔的区分，大家都不在意。人生因果轮回，他当初可以不吐露陈家地址，但他间接造成灭门，便也担负了罪过，而且他也打伤了你。我有点心虚，我当初不说便难逃一死，难道就因为我是妖，所以我便有罪吗？不然呢？我怔愣看他，他怔得发邪，恍惚间回到了年少时的记忆。我李文定当成为无情道第一人。275年前，小师妹选了什么道？无情道。她疯了，我以为自己听错了。我翻身下来，姐姐正好走到树下接住我，我们一起上山。我问，无情道收他了？收了。那你怎么不选无情道？姐姐垂下的发丝挡住了神色。我修不了。我背手倒着走，问她为什么。姐姐笑着抬手点我鼻尖，因为有月儿在，我便生了牵挂。无情道需要以天下为先，以小我成全大我，她舍不下我。客栈里，姐姐的目光落在我未擦干净血迹的嘴角上，她没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又递过来颗灵药，姑娘吃吧。我看着她，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从心里闪过。陈家门庭凋敝，一夜之间惨遭灭门。陈家大公子一到门口就红了眼眶，抱着牌匾痛哭。古王妖女凑过去安慰他，气氛有些诡异。我抱着臂看，怎么看他俩都像是私奔出来的。我抬脚迈进一片烧焦的废墟里，我暗自调动灵力，
来探寻是否有残魂存在，可惜什么也没有，证明并非修仙之人作为。如果是普通人，也造不成如此大范围的杀伤力，那么目光就应该放在妖和魔的身上。哥，你怎么看？我吗？不知道。真不知道？我真不知道。万一是仇家寻仇呢？我了然，那就排除妖了，除去人妖，剩下的结果就是魔。可是哪个魔族会与陈家有牵扯呢？除非陈家在灰色地带游走，被魔族灭口。大家在白天都没有得到答案，便在下午散开。大家两两分组，李长生下意识想要跟我一组，可是却被我推开了。我抢着要跟佛子一组，他愣住。我想与大师一起。日光沉在山坳处，染了天边一片血红。佛子走在我前面，我背着手跟在他身后。不知青青施主为何一直看着贫僧？对人生有些不解，还请大师解惑。施主您命中本有大劫，可不知为何却在逐渐消散。我手中捏诀，打算对他说，不知大师有没有算到，今天自己有一劫。上一个有如此奇特命格的人，还是古尘仙子。我手中诀险些掐散。那大师有没有算到，言多者必丧命？残阳如血，映着我姐姐衣衫鲜红。不对，是她身上本来便有血。我姐怎么回事？她面无表情唤出本命剑听血，我的关羽剑也跟着兴奋的低鸣。她们也是姐妹，当年于藏剑阁内共插于封印石上。这两把剑都很好认，因为它们不是笔直，而是相互缠绕。在没有等到主人之前，它们共存共生。我姐姐快的我根本捕捉不到，下一瞬她就跟佛子缠斗起来，每一招都狠辣无比，杀气逼人。强烈的灵力波动很快就会被别人察觉。我趁着两个人都没注意，暗戳戳放下结界，隔离了这里跟外界。这是我的领域，会增强锁定人的攻击值，也会对针对人的力量镇压。我姐握剑的手一顿，很快便以更强大的招式向佛子劈去。他逐渐不敌，却不明白原因，只当作我姐精进修为。可我知道，自从我的灵根诞生的那一刻，我便知道水灵根缠绕着冰灵根，我们一生都是相辅相成。佛子被我姐姐一掌重重击退。贫僧说过，施主您杀意太重。我姐挽剑花甩去血珠，本来还想再留你几天，但是今天看来没必要留你了。时间越久，你的祸患越大。你会介入因果。瞳孔还未扩散，身体便逐渐发凉。我姐动真火了，上一次见她这模样，还是我救了李长生。若再来一次，我不会救她。在我姐本命剑听血杀了人后，我的本命剑开始逐渐发烫。我垂眸看着伪装成香囊的她，原来是会有感知的。当初我杀了师傅的时候，我姐姐是知道的，她巧妙地帮我掩盖住一切痕迹。奈何我自己找死，到处嘚瑟，引发众怒，所以她才不得已做了一场杀了我的戏码。太阳垂入山间，天空只剩下些许的红，逐渐被大片的墨蓝吞噬，天气开始冷了下来。我姐一步步走近，她白衣染红，血溅脸上，她眉眼淡漠，目光落在我身上却有了波动。我觉得她好像认出来我了，但我绝对不能认她。她要发现我跟李长生在一起，又得一顿好打。青青姑娘，夜里凉。仙长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行。这个字她叹得相当无奈。夜里我姐没有带我回客栈，反而重新带我进入陈府。这条街上在夜晚显得格外萧条，像闹鬼鬼街。陈府血腥气未散，也可能是我姐身上的血味。她牵着我的手往深处走，我本想继续逗姐玩，但越往深处走越不对劲，这里的气息不对，带着非人类的腐烂恶臭的味道，以及的窸窸窣窣的爬行声。非人非妖非魔，下一瞬间覆着面具的脸出现在我面前。来人了，来人了！在他身边出现一个与他一模一样的人。古尘仙子来兴师问罪吗？非也。都说古尘仙子嫉恶如仇，现在竟还有闲心与我们这等杀手谈判。此话差矣，姑娘们怎会是杀人凶手？我转头看着清理了血迹的我姐。仙子真幽默，前来何事？带我见你们主子。他们答应了。带领的路上无人说话。南疆古王的小女儿还没学会蛊术便跑出来，很天真对吗？但是她还有个姐姐。我总感觉我的马甲要掉了。小公主被外族男子哄骗出来，并交付了本族秘密，让自己的生命被这个男人牵着走。南疆大公主震怒，但又动不得这个男子，因为母骨在她身上，子骨被妹妹种在自己身上。现在姐姐在找破解的方法。
可是这个妹妹傻得一味护这个男人，于是她决定血洗陈家复仇。南疆大公主的左右护法是一对双生子，只3人便屠了陈家满门。随后我们到了目的地，她整个人如同淬了毒，浑身散发危险的气息。见过古尘仙子，我有办法保你妹妹无恙，同时杀了陈大公子。你有法子？你们修仙人总是忌讳介入旁人因果，你为什么这么主动？我这边也恳请公主帮个忙，帮忙杀个人。你为何不自己杀？当初曾有机会趁其体弱将她一击毙命，可惜被我那不争气的妹妹搅了浑水。妹妹总是不叫人省心。2个姐姐同病相怜，这个交易很快便达成，更深漏重。我姐伴着月光同我一起回客栈，她点燃了最后一根烛火，悠悠茶香在屋子里弥漫，月光洒在我姐的衣衫，看得人倦意正浓。仙子，我有事出去一趟。我们不应该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吗，妹妹？这句话如同阎王索命帖，将我定在了原地。我姐起身走来，我都可以闻到她身上的松香气。我闭眼缩脖，可她没打我。我睁眼。子午年仲3月晴冬日，曾有一本书砸到我头上。在我拜师第1年冬天，我姐被一本书砸到了。她本对旁人私物没有兴趣，但那天鬼使神差，她翻开了这本书。书上写，在她死后的第1年，一群男人将目光转到她素来疼爱的妹妹身上，把她作为替代品，百般折辱。我姐头脑发懵，回过神，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手中灵力涌动，疯狂撕碎了书。从此她战战兢兢，山中300年无一日好眠。每次看到我故意单独接近大师兄时，她都会刻意拿我儿时最爱吃的蒸糕做借口，把我引开。那日她勾结魔族，与魔君师尊相斗，2败俱伤。为了妹妹，我别无选择。仙子此举，倒是让本君刮目相看。那日师父元气大伤，魔尊退去，姐姐以去药宗求药为借口，准备折返刺杀。姐，你可要离佛子远点。听见我说要他离佛子远点，他误以为我陷入书中剧情，爱上了佛子，气得他险些灵力倒灌。他按计划返回，只见无数同门尸体横在往日私校台阶上，血流成河。不要怪我，都是为了他好。他回想起当年掌门对他的长叹：清人，执念过深，易惹火烧山。师父，你知道的，他是我的一切。他注定入不了无情道，深恩负尽，此生师友，此生孽障滔天，终究是独自一人，永远永远。回到现在，我与我姐对视。可是月儿，我不后悔。我就这么看着我姐，从始至终，我从没有后悔。那晚一夜无话，隔天清晨的餐桌上只有我和李长生。其他人呢？说完，他悠闲地靠在椅子上看着我。他们嫌咱俩工作效率太慢，让咱们在客栈待着。当然，这是假的，用来骗他的。李长生却信了。我在一旁休养生息，感觉到一道目光落在身上。我顺着目光与他对视。你在看什么？在这等着也是干坐着。咱俩出去玩吧，哥带你去外头逛逛。我看了眼外头天色，点头允许了。只是不知道我姐那边的进度怎么样。昨天我问我姐，她是什么时候发现的我？她说一开始便晓得，外形的改变逃不开一个人的细微动作和气质。我紧张的时候会不自觉声音放大歪头。那天我一把门打开，我姐便认出了我。精湛秘术骗得了旁人，但骗不了姐姐。我与姐姐趴在桌上商讨明天的计划，就像很小的时候偷偷在被窝里点油灯看闲书。你去收拾陈大公子和那个小公主，把蛊逼出来。我支开李长生，再杀大师兄。他死了。我懵懵抬头，却差点被烛火燎了头发。小心，大师兄死了，我先杀了他，再杀的那和尚。不愧是古尘仙子，实力惊人恐怖。姐，你那天打我真的留手了？没留手，只不过没用灵力。月儿，别怪我，我当初那么生气打你，是因为那个书里李长生对你非常的过分，所以在墨鱼山长安道我捡到受伤的他时，把恨意全部发泄，没想到低估了你当初的叛逆心。那姐姐，你知道现在我身边的书生是李长生的时候想打我吗？说实话，刚才你不说，我一直都不知道他就是李长生。今晚你出去住吧，碧碧，我现在挺想揍你的。
热闹市集，人潮涌动。我与李长生闲逛，也不知道是哪个混蛋议论我。我一直在打喷嚏。冷了？你一直打喷嚏。我不冷。宝妹儿，哥带你逛市集去，喜欢什么买什么。他还挺入戏，真当我哥了。我也不客气，整条街看上什么就要什么。不一会儿，他身上挂满大包小包的物件。你倒不客气。哥，不是说给我买吗？你姐平时对你也不好，不如你跟我走，我当你哥，怎么样？其实我很好奇，寻常人都有报复心理，何况你受了伤，差点折他手里，却不想报复，你在等什么呢？李长生把物品放到靠墙边，吊儿郎当过来了。我当然想报复，我恨不得劈了他，但哥看你这么在乎他，哥舍不得动手，哥怕你难过。当了几天兄妹，你就这么在乎我了？是你救了我的命，我一向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。我心里暗笑，真是虚假死了。我要是知道救自己的人就是仇人的妹妹，那恨不得百般利用，装扮卖乖，在最后抽血扒皮扔到仇人面前，让他痛彻心扉。你们凤凰一族都这么喜欢骗人吗？看着李长生瞳孔一缩，我叹息道：我是该叫你李长生，还是妖皇凤虽？书上写妖皇凤虽喜好变换化名，他用此名与姐姐结识，并欺骗隐瞒，导致姐姐修为大退，结局悲惨。跟我有关的书一共140章，光他就占了70章，我气笑了。凤虽，你还真恶心。说完，一直隐藏未香囊的本命剑随意而动，关羽出现在我手中。凤虽侧身一避，血红衣摆飘扬。你这人怎么张口就骂？我姐姐知道我行动了，不知她那边进展如何。关羽剑出，听雪见之，但我一人对付凤虽，确实吃不消。他背着手往后退，笑眯眯地打量我，凌厉剑招被他化解。你这个人脾气真倔，我不明白这些日子怎么得罪你了，好声好气顺着你，最后还要被你打。我是对你做过什么吗？目前他们确实什么都没做。我抽剑运气，杀招狠辣。凤虽风轻云淡的表情逐渐维持不住，但若等刀子架着我的脖颈，才止反抗的时候，一切都太晚了。猫捉耗子的游戏已至尽头。你这姑娘倒也是不听人劝。这一剑他接不住，下意识用浑身灵力运气格挡。关羽紧绷着低鸣，他已做好殉主准备，可预想的疼痛并未到来。臀后强大的威压降临，是关雪剑护着姐妹二人。月儿，别怕，姐姐在。我姐握剑的手很稳，她剑指凤虽。当年你就该死了。凤虽凝眸在关雪剑上，这把剑曾将她削得不成人形。她似笑非笑，手中剑意却在灼烧。熊熊三昧火腾起恐怖热度，我见状立马手指捏诀布阵，以我为中心，阵法波动逐渐扩大。很快天际染上无色波纹，水柱冰释，相辅相成，一场关于复仇与守护的宿命对决一触即发。我姐与凤虽的对决快如雷霆，肉眼难以分辨。只见天际电光闪烁，冰火两重，相克之物对上降下了滚烫沸水。我一手撑阵，一手抬起，无法飞扬。我控制着沸水从天而降，直扑凤虽。他两面夹击，反应不及，还是被打了个正着。水灵根，我姐乘胜追击，沸水遇他，化作绕指柔，滴水成冰。凶猛窒息的沸水遇他，却似被人抽了脾气，化作绕指柔，随他意愿滴水成冰。两人打得有来有回，凤虽逐渐落了下风。我不明白，我姐何必为那群巫蛊之人费心？重物落地声伴随地面灰尘重重扬起，凤虽被我姐打了下来，她口吐鲜血，不断向后退缩。她忽地嘲弄的笑，那又如何？浮尘，10年后我们又可相见。我姐擦去嘴角鲜血，面色平静看着他。凤虽用剑支起身子，他已经神魂支离破碎。他抬手呼唤着什么，可一会儿后，他的眼神终于有了惧意。我姐向我走来，我姐精疲力尽靠在我身上，已无力言语。她只是还维持着握剑的姿势罢了。我和我姐看向一旁，熟悉的铃音再次响起，姐姐咳出鲜血，嗓音嘶哑：月儿，去替我杀了他。凤凰七无，如今凤虽没有退路了。南疆巫蛊用蛊术破坏了凤凰重生的梧桐树，我提剑上前，凤虽退无可退，手撑地，苦笑道：我真的没骗你。一瞬间难辨凤虽与李长生。我垂眸，剑光一闪，
长剑封喉。我回头与姐姐对视，仙家小报说他们惹了18路兵马，人们不知他们为何平等惹了所有领域。此刻我们戴着帷帽，城门口正贴着对青面獠牙的姐妹像，凑近一瞧，上面写着此2人天诛地灭，若有发现，赏金1万两。化成这德行，待城墙腐朽也抓不到咱们。我笑应声跟上我姐。是了，我们接下来的路还有很长很长。帷帽的白纱被风卷得猎猎作响，我伸手按住纱角，余光瞥见城墙上那2张青面獠牙的画像，忍不住嗤笑一声。别闹，尽快离开城门范围，仙门的眼线遍布，再耽搁下去会有麻烦。怕什么？就凭那些酒囊饭袋也能拦得住咱们。再说了，画成那德行，就算咱们站在他们面前，他们也认不出来。就你心性不定，忘了前几日客栈的事。若不是我反应快，你差点就跟店小二打起来了。那能怪我吗？谁让他嘴欠，骂我死不足惜，还说我该入18重地狱。我没割了他的舌头，已经算手下留情了。此处不宜久留，前面有个乱石坡，咱们从那边绕路，去前面的清溪镇落脚，先休整1晚，再做打算。我点头应下，不再多言，跟在我姐身后，脚步轻快地离开了城门。我俩身形都极为轻盈，步伐错落间，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，仿佛只是2个普通的急于赶路的少女。夕阳渐渐沉入西山，天际染上一片浓重的墨蓝，晚风卷起地上的尘土，带着几分凉意。这破地方连条正经路都没有，比咱们长明宗的后山还难走。我姐闻言脚步顿住，转身脱下自己身上的外衫披在我的肩上。忍一忍，清溪镇不远了，到了那里我再给你买蒸糕。谁要吃蒸糕了？我就是随口抱怨，你身上就剩这1件了，你不冷吗？我不冷，我修的是冰灵根，倒是你架不住这晚风凌厉。小时候每次我在山上乱跑，冻得瑟瑟发抖的时候，我姐也是这样。突然我姐停下脚步，眉头紧紧蹙起，指尖瞬间握住了腰间的听雪剑。有人跟踪？不止1人，气息很杂，有仙门、魔族，甚至还有妖族的余味。倒是来得快，看来咱们杀了凤虽和佛子，那些人是真急了，竟然联合起来追杀咱们。别大意，这些人有备而来，实力不容小觑，不宜恋战，尽快离开这里，去清溪镇。说罢，我与我姐便要动身离去。顾清染、顾清月，你们2个逆贼，给我站住！闻声看去，之间为首的是一紫袍老头，身边跟着一位黑衣女子。子虚道长。顾清染，你身为古尘仙子，却护着混世魔王妹妹，杀师杀兄，残害佛子，甚至妖尊都敢杀，此举天怒人怨，人人得而诛之。诛我们？就凭你们这些杂碎？子虚老道，当初我姐在长明宗时，你见了她还不是毕恭毕敬？魔族的小东西，我杀魔尊时怎么没见你跳出来？放肆！顾清月，你杀了我们魔尊大人，此仇不共戴天。今日我定要取你的狗命，为魔尊大人报仇。就凭你？来啊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。月儿别冲动，我们不想与你们恋战，识相的就赶紧让开，否则休怪我们不客气。不客气？顾清染，你以为你们还有退路吗？今日我们联手，就是要将你们就地正法。动手！只见众人一拥而上，姐，你左边，我右边。我周身的水灵根灵力瞬间暴涨，淡蓝色的灵力化作无数道水刃，朝着右边的几个修士射去。同时，我姐周身的冰灵根灵力瞬间涌动起来，通透的冰蓝色灵力萦绕在她的周身。她身形轻盈，如同一片雪花，瞬间避开了左边几个修士的攻击。雪剑一挥，无数道冰刃凭空出现，朝着那些修士劈去。冰刃所过之处，连空气都仿佛被冻结了一般。一时间，乱石坡上剑气纵横，灵力激荡，打斗声、兵器碰撞声、惨叫声交织在一起。只见那黑袍女子的魔气诡异莫测，手中握着一把黑色的弯刀，弯刀上萦绕着浓郁的魔气，而我姐那边更是气场全开。听雪剑在她的手中仿佛有了生命一般，每一剑劈出都带着刺骨的寒意。顾清染，你真的要执迷不悟吗？若交出顾清月，束手就擒，
我可向仙门求情，饶你一命。饶我一命？子虚道长，你觉得我顾清染会需要你们的饶命吗？从我护着月儿那一刻起，就已做好与天下为敌的准备。今日要么你们让开，要么我就杀了你们所有人。子虚道长脸色大变，连忙抬手施展法术，凝聚出一道紫色的防护罩，挡在自己的身前。冰刃狠狠砸在防护罩上，防护罩瞬间裂开一道裂痕。子虚道长被震得连连后退，嘴角溢出一丝鲜血，显然是受了伤。他看着我姐，眼神中充满了震惊和恐惧。他没想到我姐的修为竟然已经高深到了这种地步，而另一边，黑袍女子的魔气虽然诡异，却终究不敌我的灵力。你别过来，我是魔族的圣女，你若是杀了我，魔族一定会倾巢而出，追杀你们到底。倾巢而出？我连魔尊都敢杀，还会怕你们魔族倾巢而出吗？今日你既然敢来追杀我们，就必须付出代价。解决了黑袍女子，我转头看向另一边，只见我姐正与子虚道长缠斗在一起，子虚道长正全神贯注地抵挡着我姐的攻击，根本没有察觉到身后的危险。顾清然、顾清月，你们一定会遭报应的。我姐缓缓抽出听血剑，冰蓝色的灵力一闪，子虚道长的身体瞬间被冻结，然后化作一滩冰渣，消散在空气中。剑为首的子虚道长和黑袍女子都已经死了，其余人吓得魂飞魄散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气焰，转身就想跑。今日一个都别想活。解决众人后，姐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，你呢？有没有哪里受伤？我也没事，就凭那些杂碎还伤不了我。不过姐，你刚才也太厉害了吧，那子虚老道被你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我姐轻笑，没有说话。其实我知道他并非天生强大，只为守护我，只有他足够强大，才能保护唯一的妹妹，不让悲剧重演。好了，咱们赶紧离开这里吧，刚才的打斗动静太大，肯定会引来更多追杀者，咱们必须尽快赶到清溪镇，找个地方隐蔽起来。我点头，随后我俩朝着清溪镇的方向走去。晚风依旧凌厉，满地血迹和碎石，见证我们经历的厮杀，也见证了我们姐妹二人并肩作战，不离不弃的情谊。大约半个时辰后，我们终于赶到了清溪镇。清溪镇地处偏僻，远离仙门和魔族势力范围，镇上大多是凡人。终于到了，这破路可把我累坏了。姐，咱们找家客栈住下吧，我想好好歇一晚。我姐目光扫过镇上客栈，最终落在一家不起眼的小客栈。清风客栈，门面不大，灯光微弱，看起来很是隐蔽。就这家吧。我姐牵着我的手朝着清风客栈走去。走进客栈，大堂里空荡荡的，只有一个店小二趴在柜台打盹。听到脚步声，店小二抬起头揉了揉眼睛。两位姑娘，你们是要住店吗？给我们开2间相邻的房间，再准备一些吃的送到房间里来。好嘞，2楼2间空房，钥匙给您，吃的我马上就去准备，很快就好。我姐接过钥匙，牵着我的手朝着2楼走去。2楼走廊很窄，灯光微弱，弥漫着淡淡霉味。我姐打开房门，走进房间。房间不大，陈设简单，只有1张床、1张桌子和2把椅子。你先在这歇一会儿，我去看看隔壁的房间。我姐转身走出了房间。我知道她这是不放心这个店。我瘫倒在床上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今日与魔族圣女一战，使我浑身疲惫。我闭上眼睛，不知不觉脑海里浮现凤虽临死前的模样。她说我真的没骗你。那句话像根刺扎在我心里。我摇了摇头，不想再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。不管凤虽有没有骗我，她已死了，曾伤害我姐就足够了。她死1万次，不，多少次都弥补不了。没过多久，我姐就回来了，身后还跟着店小二。姑娘，我来为你们送吃的来了。店小二转身退了出去，关上了房门。月儿，快起来吃东西吧，是你爱吃的蒸糕，吃完好好歇一晚，明天咱们再做打算。我闻到蒸糕香味，瞬间来了精神，立马从床上爬起来。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爱吃蒸糕，好吃，真好吃，真想就这么一辈子吃下去。我姐看着我这狼吞虎咽的模样，嘴角勾起一抹温柔的笑意。慢点吃，别噎着，还有很多，不够再让店小二做。我点了点头，
放慢了速度，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。我姐坐在我对面，就这么静静地看着我，眼神温柔，眼底满是宠溺。吃饱了真舒服。姐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我不饿，喝点茶解解腻。姐，咱们接下来要去哪里啊？总不能一直被追杀吧？我姐沉默片刻，目光看向窗外夜色，眼神中带着一丝凝重。我也不知道，仙门、魔族、妖族、余党都联合起来追杀我们，天下之大，似乎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处。不过我倒是听说，在西域的尽头有一个秘境，名为忘忧秘境。这个秘境隐蔽极深，里面充满了灵气，而且据说秘境里面有一件宝物，名为忘忧石，能够隐藏人的气息，让人不受任何追杀者的察觉。忘忧秘境，忘忧石，真的有这种地方和宝物吗？那咱们就去忘忧秘境吧。只要拿到忘忧石，咱们就再也不用被他们追杀了，就可以找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好好生活了。我也想过，可是忘忧秘境极为危险，里面不仅有强大妖兽，还有很多未知的陷阱，而且据说很多修士都在寻找这个秘境，想要得到忘忧石。咱们若是去了，恐怕会遇到更多的麻烦。怕什么？咱们连仙门、魔族、妖族、余党都不怕，还会怕一个小小的秘境吗？只要能拿到忘忧石，就算再危险也值得。姐，咱们就去忘忧秘境吧。我姐看着我坚定的眼神，沉默了片刻，似乎是在思考利害关系。好，咱们就去忘忧秘境，不过咱们不能贸然前往，先在清溪镇休整几天，恢复灵力，打探一下忘忧秘境的具体位置和消息，然后再出发。好，都听你的，姐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只要和姐在一起，不管遇见多大危险，我都不会害怕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和我姐在清风客栈休整，恢复灵力。我除了修炼，就是在客栈闲逛，打探忘忧秘境的消息。而我姐因为消耗巨大，每天都在打坐。姐，我打探到忘忧秘境的消息了。哦，打探到什么消息了？我听镇上老修士说，忘忧秘境确实在西域尽头，而且秘境每100年开启一次。我们运气很好，听说再过半个月就开启了，入口就在西域黑风山脚下，很多修士已动身前往。每100年开启一次，再过半个月就开启了。看来我们必须尽快动身前往西域黑风山，否则等秘境开启，我们恐怕就赶不上了。而且很多修士已动身，路上恐怕会遇到更多麻烦。既然这样，姐，咱们明天就动身吧，早点出发，早点赶到黑风山，也好早点做好准备，进入秘境，拿到忘忧石。好，明天就动身。你今天好好休息，养精蓄锐，明天咱们一早就出发。好嘞。我走出我姐的房间，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我姐看着我离去的背影，嘴角的笑容渐渐收敛，眼神中露出一丝凝重。她知道前往西域的路必然充满了危险，而且忘忧秘境里面也有着未知的危机。可是她别无选择，她必须变得更加强大。只有拿到忘忧石，才能有更强的实力，才能保护好她的妹妹，保护好我。